2021年11月18日，迪拜国际航空展落下了帷幕。这是自1989年以来迪拜航展规模最大的一届。本次航展共参展了160多架飞机，来自148个国家的1200多家航空航天企业，英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空军表演队也在航展上展示了出色的飞行表演。这次迪拜航展成为了全球航空业近2年来最大的秀场。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对这次航展尤为重视，俄直升机公司就派出了米 28NE、卡52、卡226T、安萨特、米 171A2 等直升机参展。然而，最为耀眼的明星是俄罗斯苏霍伊公司研制的一架苏75。由于还未完成首飞测试，苏75是以原型机而非模型，在俄罗斯布置的展馆内进行了静态展示。据俄媒披露的消息称，这款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18至20吨，最大飞行速度1.8至2.0马赫，最大飞行距离2800至3000公里，作战半径1200公里以上，拥有机腹内置弹舱，最大载荷7.4吨。这是俄罗斯第5代战机苏75在海外的首秀。尽管苏75什么时候能够量产，能供俄罗斯空军使用，实现外销仍未可知，但它却吸引了许多国家的目光。印度、越南、委内瑞拉等国家都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此次航展苏75的高调亮相，让我们不得不提到俄罗斯现役第5代战斗机苏57，因为苏75正是苏57的基础上延伸设计而成的。俄战机苏57是苏霍伊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发的多功能第5代战斗机，具有超音速巡航、高度隐形、高机动性及先进航电等特点，用以取代当时的米格29战斗机和苏27战斗机，以及完成地面与海上对空防卫。苏57也是俄罗斯的首架隐形战斗机。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开始研发代号猛禽的 F-22战斗机，开始将战斗机带入了隐身时代，同时也拉开了航天技术的差距。当时苏联解体，继承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无法独自承担新型战斗机非常高昂的研制费用，研制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的 F-22战斗机开始正式服役后，又开始研发 F-35战斗机。F-22和 F-35的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和网络战能力把空战带到了新境界，这给俄罗斯空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00年，俄罗斯和印度开始联合研制第5代战斗机，两国很快就达成了一致。2002年，俄罗斯空军委托苏霍伊公司主导新一代战斗机研制计划的发展，印度也加入其中，并负责开发双座型。苏霍伊设计融合了苏47和米格1.44战斗机的技术，制造出了 T50 战斗机。2010年1月29日 ，T50 首架样机在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跑道上起飞，完成了历时47分钟的首次试飞任务，这比美军的 F-22晚了整整13年。2013年至2014年 ，T50 又进行了100多次试飞及改进。2014年11月2日 ，T50 战斗机再次起飞，翼下增添了4个挂架。随后的几年中 ，T50 在历经了无数次的测试和改进后，终于在2017年8月11日被正式命名为苏57，并于2019年开始批量生产。俄罗斯计划在2025年全部用苏57战斗机替换老旧的米格29和苏27战斗机。苏57战斗机作为俄罗斯的第5代战斗机，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前的战斗机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超音速飞行，而苏57则要在不借助加力燃烧室的条件下保持高速飞行，同时具备很强的机动性，并能够携带高效的武器系统，以实现超音速状态下的作战。苏57战斗机在气动设计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机翼前缘延伸部分加装的可动边条，这是一个设计创新，起到可控涡升力的作用。苏57战斗机驾驶舱的设计着重于飞行员的舒适性，使飞行员能够以极高的重力负载操驾下控制飞机。机上配备了新型的弹射椅和维生系统，几何可变适应弹射椅以60度的斜角，用来减少高重力之下对飞行员的冲击。这种座椅可以让飞行员以一般情形下无法承受的高重力载负来做出近战缠斗。此外，苏57战斗机航电设备有了质的改善，不再是俄制战斗机的软肋。苏57装备了季赫米洛夫研究所设计的 N036 雷达，能够发现400千米以外的目标，同时跟踪30个空中目标，并向其中8个发起攻击。除先进的雷达系统外，苏57还装备了新型无线电侦察和对抗系统，可以在不打开雷达、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发现敌人并实施干扰。
苏57战斗机拥有至少2个内置弹舱，整个武器舱室几乎占了飞机容量的1/3，主要装载远距和中距空对空导弹，在执行的战斗任务不需要隐身的情况下，还可外挂智能炸弹及导弹。我们再一起来看看苏57的技术和性能数据。成员1人，机长19.8米，翼展13.95米，机高4.74米，空重18000千克，发动机2具 AL41F1A。2具 AL41F3FU， 3维向量喷口涡轮扇引擎，最大起飞重量35000千克，最大燃油量10300千克，最大速度2120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3500公里。它武器装备有：一门 GSH-301 机炮，配有150发炮弹；2 S5、S8、S13等多个航空火箭弹；3 6个内部挂架和6个外部挂架，可挂载多枚空对空及空对地导弹；4 FAB500T、FAB 250、270等多枚航空炸弹；5 SH-121 多功能整合无线电航空电子系统及101KS ATO 光电子系统。尽管苏57在研发上历尽艰辛，但它从一出生就遭受到了很多争议。2019年12月，首架量产的苏57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试飞时坠毁，这也导致了苏57的服役时间推迟了1年左右。有专家提出，目前苏57仍安装了老式的发动机，因此不是真正的第5代战机。还有许多专家批评苏57缺乏隐身能力，尤其是与美国的 F-35和 F-22相比。但俄罗斯军事专家则表示，苏57第5代重型隐身战斗机在武器系统、人工智能、雷达和电子战设备等方面均优于美国对手。苏57的最新改进方案，比如增加第2个飞行员控制战机的作战行动系统，能够观察一切的球形全方位雷达，以及尖端电子战系统等，都在第5代战斗机中处于领先。近期，俄罗斯消息报道，俄罗斯正在为苏57隐身战斗机研发幼虫 MD 新型高超音速导弹。为了保持战斗机的隐身性能 ，MD 导弹将搭载在苏57隐身战斗机的内部弹舱。这款高超音速导弹主要用于打击敌方海上目标，未来它将取代俄军目前装备的 KH-31超音速反舰导弹。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幼虫 MD 高超音速导弹服役后将大幅提升对海上目标的打击能力。尽管军事专家对苏57战斗机的评价充满了争议，但我们也得承认，俄罗斯的航空工业是世界翘楚，他们花费数十年研发的第5代战斗机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竞争力。目前，全世界服役的第5代战斗机寥寥无几，已经外销的也只有美国的 F-35战斗机。所以说，苏57战斗机的出口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俄罗斯国防部已经签署了采购76架苏57的合同，目前有5个东南亚国家已经询问了购买苏57的事宜。无论如何，苏57的量产都将引发第5代隐形战斗机之间新一轮的激烈竞争。好了，本期对苏57战斗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对他们有不同的见解，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下期再见。